空气里灰尘模糊了视线，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解，不会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像童话过之间来不及演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放任线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。给我点空间可以宣泄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嘴角跨界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。空气里灰尘你冲破不了视线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死了！文雄！不行，我不能这样跑了，要不然尸体一被发现，我一定变成嫌疑犯了。佳倩第一个就会出来指证我的。走！文雄，你怎么了？干嘛满头大汗的？我怕他打我啊！阿烈呢？我不知道啦，我没有看到他。快走吧，给他看到就糟了。我先带走佳倩，再找辆车，把尸体再去偏僻的地方丢掉。只是离开不久而已嘛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的？美丽，嘘。我昨天刚从医保回来，
今天经过小贩中心，看到你们没有开档做生意，就问多花少咯。他说嘉龙给人家砍伤了，进了医院。他怎么样啊？他流了很多血，医生帮他缝了200多针，不过还好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这一次没有危险，还有下一次的吗？像他这种人呢，迟早给人家砍死了。美丽啊，其实这次我们不要再说了，真的是不想听了。像他这种人啊，他的故事呢来来去去啊，不是赌博啊、欠钱啊、替朋友出头啊，就是给人家利用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如果啊拍成电视剧的话，那些观众啊一定看到打哈欠了，我才懒得去听，免得影响我肚子里面的孩子啊。如果以后孩子长大了像他这样的话，我真的是要去撞墙死掉算了。对了，小玲啊，我这里呢有100块，你帮我拿去买补品给他吃。哎，不过你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我来过啊。美丽啊，为什么不要再给龙哥一次机会呢？我已经给他很多次机会了。他没有你不行的。他有手有脚，四肢健全，没有谁都行。他跟我在一起，只是想我带给他好运。如果他的好运没了，变成衰运，那我不是要给他冤一辈子吗？我真的是看破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孩子生下来，好好的把他们带大，其他的真的什么都不想了。我走了。美丽啊，怎样才可以找到你啊？不用找我了。什么 ？Bruce 王大龙 ？Oh my god！ 大哥怎么会想出那么 cheap 的名字啊？他不是开玩笑的，他的样子好像很认真啊。他还说啊，老爸准备登报纸跟他断绝父子关系，他不会再叫罗家龙了。我觉得现在最大的症结是在爸，而不是在大哥身上。只要爸肯接受大哥，大哥一定会回来的。哎呀，可是法德那么固执，谁说得动他？哎，多说2句，待会儿他连我们都骂，哎，还是少惹他比较好。那怎么行啊？老爸的所作所为啊，太过分了。你们不敢说，我来说了。杨思怡，老爸，什么事啊，爸？我去坐游轮，后天就回来。哦，老爸，你还有闲情坐游轮啊？什么事？老大的事啦。我觉得你这次啊做得很不漂亮，你不止没有为大妈着想，也没有为老大着想。你听我说完他，这都已经是40多年前的陈年旧事啊，你翻出来没有什么意思啦。你跟大妈的夫妻之情，跟老大的父子之情，难道都没有打动你吗？为什么你这么狠心要把老大赶走，还说野走这2个字，很伤人的。你住口你！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的？爸，我觉得家福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。那毕竟是40多年前的事了，我觉得只要你宽容大量一点的话，大哥就可以回来跟我们一起团聚了。我都说过，我没有这样的儿子。老爸，大妈在世的时候，你都沉默不说话，那是最高超的境界了。我还以为啊，你已经修炼到刀枪不入了，可是今天看起来啊，我看你还是差得远呢。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说话比较可爱。家福啊，你怎么这样子跟你爸爸说话？你老爸以前就是整天不说话，才会吃这么大的哑巴亏，搞到最后连乌龟王八都当了。现在你还要他当哑巴？你来干什么啊？这是我们家事，不用你管。家福啊，我可是你的亲妈啊，你怎么这样跟我说话？怎么不可以啊？这里是罗家，我们不欢迎你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哼，你不欢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老公欢迎我就行了。切，谁是你老公啊？还有谁？当然是他喽。走吧。法德，你真的要跟他一起去啊？对呀，我们要上游轮逍遥啊。法德，你不能跟他在一起的，你对得起马德吗？哎，真是奇怪了，我也是他老婆啊，他为什么不能跟我在一起 ？Ricky， 别理他们，我们走。法德，你小心一点，不要给人家灌了一些迷汤，你就昏了头啊！你小心你的口袋里的钱呐！哎呀，怎么法德变得越老越糊涂了？雅欣，怎么办呢？哈，现在法德对马德不满，那个女人一定会借机会破坏他们之间的感情，然后趁
好糊涂，不给他养到变成渣才怪呢。Sorry 啦，家福，而且是直话直说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你说吧，反正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姐啊，怎么说那个女人都是家福的亲生妈妈，你一定要顾及她的感受的。哎呀，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那个女人心狠手辣，妈的也是给她活活气死的，她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？哎呀，我们现在一定要赶快想一个办法，让法德跟她一刀两断，要不然罗家的财产还有快乐鱼，迟早会落在她手里的。大姐明天就回来了，等她回来之后再好好商量吧。大姐会想出什么好办法？她只会搞破坏，帮倒忙。那怎么说她都是大姐啊。那好了好了，等她回来再说了。呀，我在陪 Stephanie 吃饭，他说要送我一只名牌的手表呢。那好啊。不过他说手表放在他酒店房里，要我陪他到房里拿。不行，那个女人一看起来就是淫妇，你跟她上酒店房就是要跟她上床，不准你跟她去。如果不陪他去的话，那只2万多块的手表就泡汤了。啊，2万块啊？想起来有点可惜哦。对哦，爹。哇，他的出手可真大方啊！你才陪了他1天，他就要送你那么一只名贵的手表。哎呀，人家是开名牌手表店的嘛，2万多块的手表应该是最便宜的。哎，他还说要让我看一只80万的手表呢。啊，80万！哎，爹，算了算了，人家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你就跟他上酒店房。哎，不过你要见机行事哦，你一定要守住，坚持到底，守住你最后的防线哦，不准跟他那个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没了啊！知道了。哎，不过如果得 kiss 吻一下，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啦。哎呀 ，OK 了，要是真的没有办法，你就意思意思，吻吻他的手啊，还是额头就算了，不准你吻他的嘴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爹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有钱了不起，一只手表叫人家跟你上酒店房，真是不要脸。佳玉啊，你在说什么酒店房啊？啊，没什么啦，你干嘛那么八卦？他们2个会不会住在同一个酒店房呢？那样说，性高能狡猾，佳喜肯定给他吃掉喽。William，什么事？你看，对不起。你这2天怎么心不在焉？昨天煮汤忘了放盐，上马铃薯都烧到手。对不起。还有什么烦恼？没有了，我只不过是担心佳喜罢了。大姐明天就回来了。昨晚听见她打电话给温温，说在那边玩得很开心啊。是啊，那就好。哎呦 ，William please 啦，醒一醒 ，wake up 啦！即使大姐没有跟那个高志安在一起，你也是没有希望的。You are hopeless, OK？ 我知道，我也不抱任何希望，我只希望佳琪能平平安安回来。真的是笨男人，哎呀！你怎么这样说 William 啊？不是嘛，大姐整天对他呼呼呵呵，可以利用就利用他，还对他死心塌地，这不叫笨，叫什么？这不叫笨，这叫一片痴情。啊，对了，一片痴情。啊，我也真不明白为什么大姐那么有魅力啊，一副凶巴巴的样子，讲话10句有8句不中听，可是好像蛮吸引男人哦。你看学子跟 William 都对她死心塌地，现在还有一个大总裁男朋友追她，又是 first class， 又是6星级酒店请她去旅行，难道大姐这次真的是苦尽甘来？就怕不是苦尽甘来，是先甜后苦。难道你没有听到学子姐夫说啊，那个男人啊是变态的？什么啦！我怀疑学子编造出来的。你看人家高志安文质彬彬，还是上市公司的大总裁呀、你以为他是变态老高啊？谁说大公司的总裁就不会变态啦？我就知道有一间公司的总裁啊，每天呢动不动就骂下属猪啊 ，stupid fellow， 亏掉公司几亿的钱呢。之后竟然还敢讲说，就把它当成是买大开销好了，赌输了一大笔钱，还四处跟他讲说自己就是秦始皇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你说这种人是不是神经病？拿几亿元去赌大小，当然是神经病了。对了，地位越高的人呢，所受的压力就越大，
所以他们心理不正常的指数呢也越高。但是现在人很聪明啦，善于利用自己的外表呢去掩饰了。哎呀，管他是不是神经病啊，反正现在大姐已经是他的人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不是那么笨吧？哈，孤男寡女一起出去旅行，难道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啊？哦，那还用说？当然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当然啦。好了，别再说了，到储藏室帮我拿番茄酱吧。哦。对了，亚夏，如果大姐的感情真的开花结果，我看她也不会在乎这间店，你呢也不可能耗在这里一辈子。所以啊，我看我要随时准备接班，以后我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店里。二姐啊，你那间指甲美容中心不是要开幕了吗？我看啊，你还是多专注自己的生意，不要搞得像上次这样，你什么都要做，结果呢，什么都做不好。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请了2个女孩子，有空我下去 check 一 check 就行了。倒是你呀，你也知道我一向都是很支持你的，我也非常感激你为我们罗家的付出。可是你还很年轻，你一定要为你自己将来幸福着想啊！我相信妈的在天有灵，也不希望看到你为了快乐鱼而误了你的终身哦。哎，人家追你都追上门了。Hello， 孙先生来了，又来上班？对啊，我已经叫雅琪算薪水给我了。哎，你是自投罗网，我看你要拿薪水很难哦。那没关系，我还是会天天准时报到。哎，我讲错了，应该是自投秦网才是。二姐啊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那子斌，没什么事，我不小心滑了一下。还说没事，流这么多血，快点拿药箱。哦。奇怪了，我都没有看到你在切东西，怎么手会被割伤呢？我放东西的时候没看见桌上有一把刀，所以你的手就撞上去。哈哈哈，这是本店有史以来发生的最离奇受伤案。好了，家福，你没看到子斌的手在流血吗？要上来了，当然让我来。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啊，是医疗兵，这点小伤交给我吧。那你小心一点。你们放心吧，你们做你们的事情吧。孙先生，来，先用清水啊冲洗一下你的伤口。不必了吧，一点小伤贴片胶布就行了。不行，小小伤口万一感染的话不得了啊！来，冲洗一下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用苦肉计就可以得逞。我看你这个血啊，是白流了。是啊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是啊。你能不能轻一点啊？我都还没有碰到你的伤口啊。OK， 算了，我自己来吧。家福，我来吧。涂点消毒药水吧。谢谢。看来我变成你小叔的眼中钉了。他最爱胡闹的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我想他是在妒忌我，怕我抢了你。看来啊，他对你好像是认真的。怎么了？我看见你的皱眉，是不是很烦呢？对呀，真的是烦死了。现在就快午休了，你有没有时间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哪里呀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岂有此理！又想耍什么诡计？雅西，妈咪，怎么会在这里呀？子斌请我来的。西西莉，怎么样？这里的环境还不错吧？哎呀，这里太漂亮了。哎，明天有没有空？我们来一场高尔夫球赛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子斌啊，送了我一份大礼，这俱乐部的会员证。所以我希望你以后1个星期至少能陪喜西莉打2次高尔夫球。他，哎，难喽。
他现在对他那间快乐鱼啊，比什么都还要紧张呢。雅琪，你该学会放下。对呀，这句话说得好。喝什么吗？给我一杯爱斯的提吧。给我咖啡。你们慢慢聊，我过去跟朋友打一个招呼。OK。喂，我这个老妈子啊，也沾了你的光喽。妈咪啊，你好意思接受人家这份厚礼啊？我能拒绝吗？而且啊，这里真的很美的，我无法自拔吗？你真是物质主义耶！放心吧，我不会因为这样啊而逼我女儿嫁给他的。不过啊，我看他这次啊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那种。怎么样，有没有被感动啊？你要怎么说啊？女孩子的心是很软的，而且很容易被打动的。我倒要看看啊，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宝贝，不管是不是孙子兵，我都希望啊，你能赶快再谈一次恋爱，因为恋爱能使一个女人啊神采飞扬的。我觉得对不起佳琪。What？我说我觉得对不起佳琪。你有没有发烧啊？妈咪啊，我一直感觉佳琪就在我身边，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。我明天带你去看心理医生。我心里都没有问题。你没问题？没问题，讲出这么有问题的话。是真的。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你可以说是心灵感应吧。就像有时候你很想念某个朋友，你想打电话给他，就当你拿起电话时，他电话就到了。回想起来啊，我的确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我常常觉得佳琪，她就在我身边，默默地看着我。是他？你在看什么？这么巧，难道你也是这里的会员吗？我没有这样的资格，我是在等一个朋友，他是这里的会员。哎，雅琪在那边，走吧。这么巧，你小叔来这里会朋友，坐吧。要喝些什么？不用了。嗨，小帅哥，你的朋友在哪里啊？哦，他临时有事情不来了。雅琪，不如我带你到处看看。去吧。啊，这俱乐部很漂亮，我也想四处走走啊。是吗？我也是第一次来的，我们一起吧。走吧，帅哥。我还有事啊。有什么事呢？等一下我送你去。走吧。这间俱乐部真的很不错哦。是啊。我看啊，你是不可能加入成为会员的哦。对不起啊，我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直了。没关系，我知道我没有这能力了。那我送一张会员证给你吧，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。是的呀，你是又在开玩笑啦？你怎么老说我开玩笑呢？我是很认真的。我这个人喜欢坦白，最讨厌兜兜转转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所以呢，帅哥，我就单刀直入了。你跟我交往好吗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是不是年龄的关系？我可以去拉皮，去打羊胎素，
我有把握拉近我们年龄的距离，这不是大问题的。不是这个问题啊。那是什么问题呀？经济问题？这你一点也不用担心，钱我有啊。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做的话，我养得起你。你有志气的话，想拥有自己的事业，我也可以支持你的。不行。还不行？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呀？因为你是二嫂的母亲啊。二嫂？你是说雅喜？咦，你不是已经不叫她二嫂了吗？你不是不顾这些礼俗的吗？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吗？总之我们是不可能的。不可能？这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？雅喜不也告诉过你，她跟你是不可能的，可是你还是没有放弃啊。那不一样啊。照我看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。你追雅喜就像我追你一样，你现在拒绝我，就像雅喜拒绝你一样啊。你现在如果被我烦到啊，恨不得啊想一脚把我踢开的话，那你也应该想到雅喜的感受吧。我明白了。醒啦？悟了。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我还真有点喜欢你了。走吧。谢谢。哎，这里的环境啊，真的很不错的，可以说是灵气逼人，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哦。说不定啊，还能悟出一些什么道理啊，让你终身受用不尽的。妈咪，那你悟出什么道理了？不是我，是我们这位小帅哥，忽然有所领悟了。我的领悟就是，你是我的二嫂，永远都是我的好二嫂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再给我搞到烦不胜烦了。可是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赶快走出阴影，找到你的幸福。我承认二哥是难得碰到的好男人，可是我相信在这世界上，像二哥这样的男人还没有绝种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碰到这样的男人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。雅喜，家福说得很对。我还没有说完。二嫂，男人是善于伪装的，他们会为了达到目的，就像变色龙一样的变化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坏男人当成好男人，就好像我们身旁这位仁兄一样。我给你的忠告是，最好离他远一点。好了，我有事情先走了。二嫂再见，思思来再见，变色龙再见。他挺有趣的。哇 ，Longines Evidence 很贵的。哇，老婆，原来你那么识货的。当然啦，哇，它可真大手笔哈！这只手表啊，起码价值1万到2万块啊，爹。Yes, of course。他送给你的。你跟他做了什么？陪他吃晚餐喽。哎，在吃晚餐之前，你跟我讲过，他叫你陪他去酒店房的。是啊，他说手表放在他酒店的保险箱里的。那你有没有跟他那个？没有啦，你不是说过不准他上床了吗？没有，他会那么好使，送那么名贵的手表给你？老实说，他是有诱惑我。哎，不过你老公我把持得住，她毕竟是个女人，不敢太入骨嘛。所以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做到。那你一定是 kiss 了他。
没有啊，你本来说可以 kiss 他额头跟手是吗？我连这个2个地方都没有 kiss， 你老公我还是保持清白的，真的 ？Yes， 他只是请我喝酒。哦，那肯定是酒后乱性。我根本没喝到啊，老婆。真的？有，喝了一杯咖啡 ，OK？ 嘿，黄鸟族，你越轻描淡写啊，我越不相信你啊！喂，你干什么？喂，你干什么？你喂！我要秀秀你身上有没有那个狐狸的骚味。哦，你不相信你老公啊？秀，我那口秀。哎呀，讨厌！你叫我怎么相信你嘛？哪有那么好的女人呐？好无端端送你那么名贵的手表，什么都没有跟你做，这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？就是了，我也难以置信的。他还说要我帮他看这新加坡的投资呢。对呀，Stephanie 说他不能长期留在新加坡，所以啊，东南亚投资需要一个人看着。他说你老公我啊，站起来有架势有样子，最适合帮他打理名牌店的业务了。对，哇，他投资的名牌店啊，一口气就开5间店面，而且专卖都是名牌手表啊。还有啊，他打算开名牌服装、名牌手提包、名牌手机等等啊，总共的投资要3000万呢，老婆。哇，你看，那看起来我们不是走运呢，遇见他。他有没有说给你多少钱呢？我没问，因为我一口拒绝了。什么？你干嘛那么鼠必然？怎么那么笨啊？一口拒绝人家？老婆啊，你有所不知啦。那如果我一口答应的话，不是显示我很在乎这份工作是吗？所以我就等他3催4请我才答应，那我就贵啦。到时啊，1个月没有3万4万，我还不干呢。哇，你这一招很绝了，你真的是越来越聪明了。聪明了，不，这叫狡猾。我告诉你吧，我看过一本走上成功之路的书，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赞同。他说，如果你能像狐狸一样狡猾，你就越接近成功了。有没有道理？对，这句话说的对极了。不说一句话。哦，怎么了？你刚才跟我讲你没有动他，就是骗我的了，黄耀祖。我哪有骗你？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你现在越来越狡猾了嘞！你好啊，你对得起我，你对得起我，你这样也行啊！你别冤枉我！你这只狐狸！你这只老狐狸！感谢您收看10点新闻，观众朋友，如果您有任何的……嘿呀，还好没有发现。文雄，你昨晚真的没有看见阿烈啊？什么？阿烈不是追你吗？他没有追到你啊？哎呀，都说没有了，你干嘛呢？文雄，我刚才拿钱去还他，可是他都不在沙爹摊里。那有什么奇怪？他有脚的嘛？难道你要他整天站在沙爹 store 等你来啊？他的搭档说，昨天晚上一直到收档，他都没有回来啊。今天本来应该去拿沙爹的，他也没有去拿。到了傍晚开档时间，他也没有出现。打电话给他，电话打不通。那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把钱放下来就可以走了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不知道阿烈是不是出事了？为什么？阿烈真的没有追到你吗？都说没有啊，你干嘛那么啰嗦啊？对不起啦，我只是觉得奇怪，阿烈怎么会忽然间不见了？文雄啊，这件裤子怎么那么脏啊？会吗？然后你看，这里都是泥土，而且这裤带都破了。是吗？怎么那么疏忽？要是警察找上门来，那这件裤子不是成为犯罪证据了吗？喂，这裤子不是你昨晚穿的吗？那又怎么样？怎么会这个样子的？文雄，
你昨晚是不是跟阿烈打架？哪里有？你说谎！阿烈并不是没有追到你，他追上你了，而且你还跟他打了起来。都说没有了吗？我昨晚明明看见阿烈追你追得很紧啊，而且他的身手比你敏捷，他怎么会追不上你呢？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阿烈一个晚上都不回来啊？他不回来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？他整天做到这个样子，没有家人，没有亲人的，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说不定啊，他坐了火车去了马来西亚，或者搭了飞去了泰国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？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嘛。他的搭档说，阿烈这次做生意是很认真的，他平常都是早到迟回，从来不会这个样子的。那都是因为你呢。我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你跟我在一起，万念俱灰，所以啊，连生意都不想做，一声不响就跑掉了。别胡说了。不然他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失踪啊？难道是被我杀掉不成？神经病！好了好了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只是问一问嘛。以后啊，少在我面前提起这个人了。知道了。喂，你去哪里啊？懒得在这边听你说废话，我去 pub 喝酒。干什么啊？已经破了，留下来干什么？我拿去丢了。Hello， 大姐，佳琪回来了。你不是说傍晚的飞机吗？治安咯，临时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，我们就换班机了。那你怎么不通知我啊？我可以到机场接你啊。不用啦，我知道你很忙的嘛。Madam, shall I help you bring up the luggages? No need. Very well, I shall be going then. OK。喂，雅琪，你有没有10块钱啊？Thank you. Thank you, madam. 哇，大姐你很阔气哦，小费一给就是10块钱啊。治安的司机给小不好意思的。哇，还有专车送你回来，哎，看看什么车？哇，哎，宝马735 Series 的嘞！喂，William 啊，我看你打一辈子的工啊，都买不起这辆车啊。对啊，如果我没有尝试去改变，我看就永远没有机会争一口气了。William， 我一定要出人头地。William， 啊？站在那边像木头一样动都不动，快点帮我把行李搬到楼上去啊！哦。哇，大姐你很厉害哦，一箱去3箱回。治安咯，我看中什么他都买给我。前天我们到巴黎啊，我就赶快跑去 LV 总店，结果一口气上1万多块的货，全部他付账。当然啦。哎，我买了一些东西送给你们，今晚再拿给你们啊。谢了。威廉，这个箱子里面都是名牌的东西啊，你要小心一点啊。哦。喂，雅琪啊，你说大姐今天晚上会不会送 LV 包给我们？那，这是我在英国参观巧克力工厂时候买的，很贵的，一个要10块钱哦。谢谢。威廉啊，干嘛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啊？佳琪真有我的心，送了块巧克力给我。切，才1块巧克力而已吗？这么一块巧克力特地从英国带回来的，而且这么一小块哦，要10块钱呢。So what？刚才给那司机的小费也是10块钱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意思浅啊，威廉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大姐的心目中的价值呢，就跟那个司机一样，值10块钱而已。二姐啊，切，我是实话实说嘛。我知道你心肠好，不想打击他，可是我真的是看不过眼了哈。我们应该早一点让他 wake up， 不要再做超级大笨蛋了。Hello， 欢乐鱼。哦，二姐夫啊，你等等，二姐夫。哦 ，thanks。喂，dear， 什么事啊？啊，吃饭。喂，不过你千万要记得啊，不要跟他上床啊。哈，来，快乐鱼，你神经病啊，带他来这里干什么？哎呀，是他说要来的，他听人家说快乐鱼的炸鱼很棒，就叫司机开来这里喽。哎，现在车子在打油，我看再过5分钟就到了。哎，对了，叫雅琪他们千万不要穿帮啊！
哦。下山，明早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明年还是一样离开。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他一直盘子到底送他的巧克力，看啊看啊，就唱起歌来了。还是一样离开。哎呀 ，William 啊，你节哀顺变嘛你。哎 ，sorry， 我讲错。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哎 ，William， 你看开一点 ，OK？ 这个世界上啊，不是只有大姐一个女人的，你可以转移目标的吗？雅喜，你不是把目标转向雅喜吧？雅喜 ，William， 我要走了。我真的要走了。啊？你是说你想离开快乐鱼啊？William， 你不要意气用事。是啊，我刚才的话只是随便说说，我不是认真的。哎呀 ，William， 即使大姐她不喜欢你，你也不用一走了之的吗？哎，你也懂感情这件事情是不能够勉强的。不，我走并不是因为嘉熙，我现在是看到了天空，看到了海洋，看到了星星。要不要打电话去精神病院啊 ？William 啊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突然间想离开快乐鱼啊？当我们叫我唱这首青春舞曲的时候，我早就应该想通了。可是我这个人太笨，直到现在才想通。我不再青春了，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来。花每年都会开放，可是人的青春一去，就永远再不回来。我要现在不走的话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可是 William， 你要到哪里？你这个人又不是很聪明，又没什么本事，你能到什么地方去？即使是一个10块钱的巧克力，也可以从英国飞到来新加坡。我是个人呐，我更可以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呀。我是一个孤独的浪子，我注定这一辈子要四处漂泊，无牵无挂。我更可以四海为家。我要走了，我真的要走了。太阳下山，明早依旧爬上来。他真的是因爱痴狂，修抖了 ，crazy 了，短路了。哎呀。文文，快来看安哥刚送给你的衣服。妈咪，我在做功课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文文，快点走来看。文文啊，安哥刚选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给你，全部存在电脑词典里面啊，你快点出来看嘛。妈咪，我在跟同学讨论功课，走不开。我要你现在马上立刻 on the spot 给我滚出来！啊，文文 ，quick！ 妈咪不高兴啦。那就让他不高兴了吧。反正只要是那个男人送的东西，我连看都不要看一眼。啊，小心你妈咪打你啊！放心，我不会打他的。你杨哥刚跟我说，你已经12岁了，12岁坐飞机，已经买成人机票。我不该就动不动就拿藤条来对你，那只会弄巧反拙。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所以我现在就跟你讲理。妈，我去准备。不用急，留下来。Yes, Mom。我们要搬家了，妈咪跟我们一起走。哦，我们要搬去哪里？安哥高说他会租一间高级公寓给我们住。你要跟他同居？对，我不去。英国你不去，我已经顺着你了。这一次不由得你不去，我就是不去。Win， 我不去，我就是不去，没有人能够强逼我。怎么收拾？
残留的僵持，手心的刺依然清晰地放肆。其实你也只是无心地错了一次，是我放不下心思，任由你解释，以为这样的坚持是件。